后面就是富士山了。富士诺米亚是最短的路，19.9度，湿掉，温度已经下到12.4。哇，干巴爹！下雨了。哎，好人好说，如果有任何一方觉得撑不下去了，我们就一起放弃。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Kelvin， 我是 Min。这一期的视频我们来到了富士山。我们现在就在富士诺米亚 Station 等着巴士要去富士诺米亚 Fifth Station， 这里上去应该要1个小时多，1个小时20分钟。建议大家前一天提早来买好票，因为现在是最早那一班，这个考的那边已经排着一条长长的人龙了，它有算人数的。我觉得如果你打不到，你就是要等下一班。这个都ございます。那就是我们的巴士，6点35分准时出发。这里就是富士宫五合目，我们会从这里开始登山，但是登山以前会建议大家在这里留1到2个小时，让你的身体适应这里的海拔。这里的海拔是2355米，后面就是富士山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攻的顶。今天有太阳哎。对呀，现在天气是蛮舒服的。纪念品店我们看到它有卖登山杖，大只的是1500yen，中等的1300yen，小的1000yen。你看它的蛋糕是富士山造型的耶。登山杖，如果你在这里买的话，有一个好玩的地方的，你每到一个 station， 它会帮你凿一个印记下去。现在这个是有五合目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带回家，但是我想带回家当纪念品。帅，帅哦！没有带到水来也可以在这里买。有一个休息室，还有 locker， 面包自动贩卖机，还有的扭蛋，下来的时候扭一个纪念品。Damaran 可以租借登山的装备，睡袋啊、衣服、鞋子全部都有。不想买装备的话，可以来直接租。有一些 portable 的厕所，紧急可以用。如果你要上更舒服的厕所的话，往上走2分钟就有。这里要登记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棒 ，OK， 卡板。你 register 完、捐钱完以后，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纪念品。这里有一个印章，你可以盖在这个后面。哦，还有热气耶！这个是要绑在你的包包上，作为一个记录吧。我们现在在 Fifth Station， 走上去 Sixth Station 只需要走20分钟而已，2400米，温度是26.7度。我们要开始慢慢往上，大约1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。给200yen，你就可以上很干净的厕所。本来我们只是穿这一件跟这一件，现在我们是把里面的发热衣穿上先，因为上面没有这么大的厕所。Let's go， 现在是9点10分左右。富士山都起雾了，看到的东西不是很多。9点半，真的是20分钟。我们走到 Sixth Station， 那里有一个住宿云海庄，真的好像在云南。现在很多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才过去。19.9，也没有到很冷。不冷，因为我们现在是 warm up 了，是很热的。很热。我的背后是流汗的。是的，我现在的我也是。我的腋下是湿。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吗？好啊。应该是每一个 station 都有厕所，因为在地图上面这里，它只是画了2个，它只是画5、6跟山顶有厕所，但是我们现在来到 Sixth Station 看到也是有厕所。其实他们有住宿的应该都会给你用厕所，但是你要用付钱，至少200元。云海庄这里也有自动贩卖机，也有卖登山杖，而且有 oxygen can。原来烧印是要300yen。Sixth Station 的 stamp Geto， 所以我们会一直印上去，盖到 10 Station。就是300，加起来要多少钱呢？只是想要买纪念品的话，可以买饺子的七晒的石油。我们是真的把它当登山杖用，它就会有你的战绩，下面还脏的，看。Let's go。这里是有2间山庄哎，一间是云海庄，然后一间是保永山庄。Sixth Station 这里有一个分岔口，可以走去保永山，1个小时多而已。如果你们没有要登富士山，但是想来这里走走看的话，可以走这条小的 trail， 它也是一个 cutter 来的，但是我们就往上走了。
忘记告诉你们，爬富士山有4条路线，最出名的是从山梨县出发的Yoshida Trail， 另外3条是 Subashiri Trail、Gotemba Trail， 跟我们选的这一条 Fujinomiya Trail。Fujinomiya 是最短的路，来回只要8.6公里。全部这种碎石，我已经看到好几个人跌倒了，所以要走小心，慢一点。一起吧。10点11分，我们开始了1个小时，决定休息一下。海拔2631，20.4度，看下去是很大雾，好像很冷。现在我很热。寒いじゃないです。很大雾，看不太清楚，但其实好多人在一起登山哦。你的头发上面全部是露珠，我已经分不清楚是汗水还是污水。一头雾水。看到了 Seven Station。哇！天气真的变幻莫测，出太阳啊！谢谢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Maybe this life just weren't meant for us. With that said, I hope I can see you again. Seven Station 2780米高21度，越来越热。这里距离顶上还有3个小时。哦，去口边喝一点咖啡。我感觉我们有希望了。我现在发现有一点不对劲，因为那个看板写说从 Fifth Station 上到来40分钟而已，我们花了1个小时49分钟，所以我们应该不止3个小时，要加油！加油了！干巴得苦大赛。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，刚才出太阳，现在又雾完了。2个小时后才记得我们还没有涂防晒，现在涂。主要没有涂是因为刚才很大雾了，觉得都不晒。看我的帽子，已经有汗的痕迹了，湿掉了。好吧，准备吧，我们去下一站。Let's go。我们这次选的住宿是有一点危险的，因为直接要攻顶，大多数人都会选第8、第9站，所以第8、第9站是比较容易满，但是我们很迟 book， 所以我们只能 book 到山顶。好处就是明天我们不用走那么多路去到山顶。坏处就是我们现在要直接攻顶。跟我们一起爬山的小鸟，我需要戴帽子跟手套了，开始有一点凉了。18度，还在下着。Ready? No headache? Good. Seven Station， 海拔是3010米。嗨，2，哎 ，OK。因为要最后一点时间，盖完印章直接往上走。那个雾嘛跑得很快。小休片刻，9合目9.5，然后10是半个小时。可以啊 ，We can do it。 Let's do it。干巴干巴爹。爹。其实我每一次休息啊，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就元气恢复了，回血很快，但是我们消耗失血也很快。对，很喜欢啊。我也是吧。好舒服，我们的咖啡还是热的。我看到 X Station 了，就7合目到8合目这一段路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最难爬的一段，70-80度的斜坡，一直往上爬，而且路很窄，全部大石头。登山棍很重要，鞋子很重要，没有真的不行。它有一些路段哦，可以给一些 truck 上去啊。会不会是在物资的人可以直接加上去？我们到8合目了，2点49分，温度是20.1度，啊，比我想象的温暖。对，觉得我有一半的信心都是我的装备给我的，我的鞋子，我的冲锋衣，我的毛毛。还有另外一半是谁给的？半老公给，求生欲很强。超过一半了，还有1个小时半，我们可能要2个小时到2个小时半。山屋的 check in 是4点到6点的，6点之后就不能 check in 了。去印章。对，我们去盖印章，最开心就是盖印章的时刻。3250米印章点。你看我们走上来的地方，那些人已经变成蚂蚁了，好壮观哦！哇！现在在云海上面。
大和木这里风景超美，尤其是当雾散去的那一刻。再往上走有一个鸟居，我们还有3个站，这里写的时间是1个小时半，我们可能要2个小时到2个小时半吧3个小时吧。3个小时吧。所以 ，Let's go。 Let's go。哇，很美，这个画面有鸟居。我们看到雪哎，刚有一个人听到我们说 snow， 他说哦上面没有下雪。我问他这个是吗？他说哦应该是了。他们可能很早上来没有看到。嗯，可能因为你要一个角度看到它而已对，你我们转过去就看不到了。对啊，或者是这样子蒙蒙就看不到啦。对呀、他刚说完就起雾了。哎呦，好快啊！这个剪进去。啊！往左手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哦，海耶，对呀、大海。我们远远看以为是2棵树，走近看很多人在这里卡钱币耶。现在真的是走3步就要停一下，石头也滑，基本上你走3步你是退了1步。去到应该刚好4点吧。我也觉得是，现在是2点。啊，嗯直接可以 check in。 ，Let's go。 Let's go。九和木万年雪山庄，这里的高度是3460米，温度已经下到12.4度了，开始有点冷了。看到很多人忘记他们的登山杖，这里又有一只。啊，万年 Yuki， 我们快要到了，我们再多2个印就顶了。大家都在这一站 gear up。我发现这个防风裤下面的拉链是为了让你哦，可以穿着鞋子的时候穿，是狼狈一点，但是我不用脱鞋。这里特别大风，特别冷。下雨了，美着雪，越来越累了。而且感觉空气越来越稀。哎，哇，太壮观了！很用心哎，弄很久哎，还用全身的力量在帮我们盖这个印。9.5 station 到了，我们就不留很久了，我们要往上走了。哇，好大风啊！好大风，有一点点头痛，但是我们已经快要到了。你在上面而已啊。差不多了。最后的50米了，这一段是最难的，左腰，怎么会想要来爬狮山？狮山啊！有点感动。我都想哭了。我刚才因为我们找不到，哭屁啊！顶上富士馆，海拔是3726，温度是9.6度，旁边就有诊所跟一间 post office。我们等一下再出来吧。我觉得我们先进去取暖。Your name, your country sign. 山顶的住宿里面全是大通铺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这边更多，2、4、6、20张床。我们今晚的位置就在这里，最后这2张。4点42，还有一杯高级的 hot chocolate， 500元。多少？那应该今晚也是这样子穿着睡觉。我觉得只是没有穿通风衣而已。我们还没有盖到印章，因为印章要去旁边的神社盖，但是现在已经关了。5点半吃晚餐。还是陆续有人爬上来哦。全日本最高的邮局，7月10号开到8月20号，6点开到2点而已。这一条路就是去宫顶了。
我们出来一下就觉得很冷，很冷哦。刚才室内10度，外面7.2度，它还在往下掉哎，我觉得有可能只有5度，好冷啊！现在7.0了，7.0了。7.0啊，很冷，3分钟我就撑不住，我就要进来，因为风很大。准备睡觉了，这里7点就关灯，不能再出去了。明天见。好勇敢，是啊，很帅啊，很帅啊！跟他走过去吗？你看我的姿势，有让我走过去吗？富士山的日出，超冷的，风很大，会把人吹走。所以我们2个都不敢上。但是风景好漂亮，好多人在爬富士山。山峰阳光照下去变成金红色的，它后面有富士山的倒影，好漂亮哦。我们现在决定走去剑峰，20分钟。这就是富士山的火山口了，是可以绕着富士山口走一圈的，90分钟。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走，因为很大风，很冷，很大风。跟剑峰这一段很短，但是也是最难的，全是碎石路，一直走，鞋子都一直在滑，很危险。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风景，最想念的是什么？对吗？下面的温泉。不走 ring 吧，在瓦运岛就下山 ，It's a long way。爬上去应该是打卡一个最高峰的3776米吧，很冷的，我就很想太阳快点出来。排队比我们爬上来还久。我们现在就在剑峰了，3776米打卡。打卡了，因为这里是6度哎。对呀，很冷啊。可以进去邮政机里面买明信片，还有我们的登山证明。这是我们在富士山上花最多钱的地方了。真的？买了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我们买了我们的登山证明，哦， 2张不一样的，但是他没有写我名字的。没有名字的，但是它有 chop in， 是今天的日期，3张明信片。很美。最后一件事，寄掉我们的明信片，在日本最高的邮局。搞定 ，Let's go。山顶的公车好贵哦，一次300元。我们准备好了，现在下山吧。现在是7点，4.3 km， 这里写着160分钟，看我们几久下到去吧。我要去温泉，我要泡澡。我只要上不臭的厕所，我都开心了。这样也是。今天天气多好啊！好热，我们决定脱衣服了。上山就是衣服一件一件的穿，下山就是一件一件的脱。爬山真实状态，我们现在走了88分钟，但是还没有到一半。我觉得160分钟好像不太可能。昨天来时这里雾蒙蒙的，今天终于可以看到另外一座火山了，猫火诶。超蓝的今天的天。今天从下面看富士山一定超美。对啊，我们回到来富士诺米亚，这里是富士山哦。如果看得到的话，一定超美的吧 ？refresh 一下，想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富士山登山体验，比我想象中的难很多。回到来，我的脚都废了。他走到后面那一段讲酷了，不要再走下来了。我就讲你不走下来，no你去。先说明，我们2个体力是有点差的，因为我们是有运动，但我们只是走山，我们并不是登山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点难度的。听说 Yoshida Trail 会简单很多，因为它没有那么斜，也没有那么多碎石路，所以它比较 popular。Fujinomiya Trail 它的时间是说是5到7个小时，我们最后是花了8个小时才攻顶。下山它是说下山是3到4个小时，结果我们花了5个小时，但是那个主要应该是我了。还有一件我们特别想分享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次订的山屋顶上富士馆，它就是在山顶。据我所了解，这一间顶上富士馆是没有水源的，所以它的厕所应该是10年没有洗过，味道真的很呛鼻子的，然后是辣眼睛。我们在日本，或者是我可以讲全世界上过最糟糕的厕所。真的，我多希望我拍这些视频，你们能够闻到那个味道。
但是我们没有拍到厕所吧？我都不想，我都不想进去了，所以我们是没有。有拍到厕所。不过你们上去 Google Review， 你看你就知道，大家都写这个问题。因为问题就是厕所跟大卧铺是很靠近，只要有人开那个厕所门哦，全部的房间都会闻到。我们睡的位置就在门旁边，所以那个味道真的很臭。还有一件事情我很介意的是，那里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没有到很 friendly， 就是没有很友善。我们2个已经开始出现头痛了，他们已经下班了，一个女服务生还在。我问他我可不可以买氧气筒，他就说现在已经关店了，跟他说我们好像有高山反应。他下一句回答的是 cash 你有 cash 吗？2000。而我就觉得很冷漠，就是我们可能直接比较的就是我们之前去剑山的服务人员都是很 nice 的，但是这里好像大家就不理你死活。富士山山顶很冷，好冷哦，现在7.0了，7.0了7.0了，我觉得有可能只有5度，但是嗯，他们也没有提供热水，没有暖气，棉被不是很暖。穿着全副武装睡觉，还是冷到得抱着取暖。对对对，原本爬到上去很开心，但是因为一个晚上又头痛又没有睡觉，第2天已经没有精神去享受接下来的日出啊，我就只是想下山了。我觉得没有提供温暖这件事情很糟糕，早餐跟晚餐我也觉得很不用心吧。不用心。顶上富士馆早上4点半吃完早餐就直接 check out 了，你的东西是不能留在馆内的，出门以后你也不可以再用里面的厕所了，所以你是要去外面上公共厕所。山顶的公厕好贵哦，一次300yen。公共厕所比较干净。你们下次如果要来爬富士山的话，你们选了你们的路线过后，提早 book 你们要的订你们要的山屋。每一个山屋其实你可以去找它的 review 的。大多数人他们会选择在第9站或者是第8站，第2天早上可能早2-3个小时去攻顶。我们爬山的那一天，后面是刮风下雨，那一天有意识到我们的装备有多重要。觉得我有一半的信心都是我的装备给我的，我的鞋子，我的冲锋衣，我的毛毛。还有另外一半是谁给的？不是这些装备的话，我应该会放弃了。我们到第8站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在讨论要不要放弃，要不要转回头。大风的时候很难走，因为你走一步退3步一样，风真的是太大了，因为没有东西挡它吧，所以那风是直接打你那种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拍什么东西的？对对对，因为就很狼狈。买水很贵耶，一支矿泉水在山上是500yen，是500yen。我们喝了。我们买了4支水，我们花了2000yen喝水，再花2000yen买氧气筒，上厕所花了900yen上厕所。因为我们原本觉得来爬富士山很便宜，Fujinomiya Trail 它是建议你捐1000yen，但是它不是强迫性的。如果你捐1000yen，它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牌子说谢谢你。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1000yen再加我们的住宿，1人1万yen，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全部了。对啊。那结果就很多啦，有的没的，然后你就买一个登山证啊。这是我们在富士山上花最多钱的地方了。那个登山杖，每一个 chop 要300yen啊。对。但是你不 chop， 你会觉得很不甘愿的。我都爬到来了。我很喜欢我们的登山杖，对对，很美。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你确实要用的东西，但是你每一站有一个期待，好像第5站走到第6站，耶，我要去 chop， 第7站我要去 chop，但是就每一次都300。就是 chop 了多少个啊？chop 了7次，2100yen。哦，一个人。登山杖1300yen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，因为它是一站一站 chop 的上去哦，所以你在你的登山杖上面你会看到你走过的路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无价的纪念品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而且昨天我们在山屋的时候，我们还有研究别人的登山杖。对，我们看到有人 chop 的那个 stem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就不同的 trail 上来的人，他们的那个登山杖上面的那个 chop 就不一样。对呀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独一无二、很有价值的纪念品。我们是一定要带回家的，我们是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家的。富士山的确，我觉得真的是远看它会更美，很壮观。当我们在富士山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山，没有什么动植物的，就只有一些小花。其实我很意外的是，我们那么短时间决定出发，我们还是 make it to the top。有点感动，我都想哭了。之前有讨论好说，如果有任何一方觉得撑不下去了，我们就一起放弃的。这个视频就希望可以帮到你们订你们的山屋。尽量不要订顶上富士馆。
我们说那么多，只是希望大家如果去爬富士山会有更好的体验。当然，如果他们看得到，我也希望他们去改善他们的经营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看到吗？这里是富士山的边。